新疆的阿克苏，除了有一个温宿大峡谷之外，还有一个刀郎部落，有时间也可以过来看一看。请大家戴好口罩，不要扎堆，不要聚。刀郎族或者刀郎部落，其实是维吾尔族的一个分支。有个著名歌手叫刀郎，可以说让刀郎这两个字家喻户晓。这个刀郎部落景区是一个4A 景区，和库尔勒附近的罗布仁村寨有一点点相似，也是以沙漠、河流、胡杨林为主要景色。这是景区里的小火车，目前这个景区也是免费的，景区里有景区交通车20块钱，不过其实完全可以徒步。这个刀郎部落离阿克苏大概也有60公里左右，一起徒步去看一看这个刀郎部落。这个是部落广场，一个很大的枯木胡杨树。自你离开以后，从此就丢了温柔，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一部落里确实有一些人居住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脸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，不念这苍茫的高原。远处有一个巨大的像根雕一样的人像雕塑，雕刻的真是栩栩如生。你猜一猜，是不是真的根雕？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刀郎部落很大的一个景区就是胡杨林，显然这里更适合秋天来，而且这里枯死的胡杨林特别的多。这些枯死的胡杨林都是原生态的，这个景区有非常大面积的胡杨树，秋天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美。刀郎部落被誉为西域秘境，也是很多人来新疆必去的一个地方。到这一片胡杨界看一看。这是一棵千年胡杨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这些胡杨树的枯树林儿，每个枯树都非常巨大。
都是奇形怪状的，像个动物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。园区里有非常多的根雕，景区里还有几处湖泊。里面的刀郎部落小村寨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烤鱼，这是在烤馕。两个维族大姐还特意让我给他们拍照。玩秋千的部落人，自你离开以后，玩得非常开心。从此就丢了温柔，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。部落里也有住宿，总体感觉这个刀郎部落秋天非常适合来，所以如果秋天自驾可以到这里来玩。结束了刀郎部落的游览，和几个小伙伴来到阿克苏市区吃饭。这里的招牌是烤羊排，1公斤140块钱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而你跟随的那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。这里的餐厅晚上非常火爆，晚餐吃得很丰盛，很舒服。这也是在新疆吃的最后一顿晚餐。新疆，6月再见。奋不顾身吧，跃入深渊吧，奄奄一息才明白活着的意义。那卑微的、善良的、无畏的，才是真正灿烂的你。哦，灿烂的你。昨天去了库车的大峡谷，今天又直接杀到了温宿。温宿也有一个非常棒的大峡谷，也叫天山托木尔大峡谷，是一个4A 的景区。这个大峡谷开放的面积比天山神秘大峡谷要大，所以进入这个大峡谷必须要坐景区的交通车，当然自驾也是可以的。这就是景区的交通车，非常棒。景区的交通车线路比较长，中途会停几个景点，终点是在15公里远的4号峡谷。如果自驾车必须要是4驱的车，因为里面都是软沙，容易陷进去。大峡谷的河谷之处看上去比较平坦，但是开车是要非常小心。
现在已经进入了大峡谷。这个大峡谷不但有丹霞地貌、雅丹地貌，还有喀斯特地貌，还有很多其他特殊的地貌。看看这个丹霞地貌，完全可以媲美甘肃张掖。来，跟着我们的大篷车进入峡谷。前面有2棵胡杨树，在这里停留片刻。看看这些天然形成的棕红色的山体。接下来，汽车穿行在万丈沟壑之中，10几公里，欣赏一下。这个大峡谷气势非常磅礴，和昨天的库车大峡谷相比是完全不同的类型。这些山太漂亮了。现在来到了4号谷，也是景区交通车的终点站。在这里可以登高远看。4号谷里有非常多奇形怪状的巨石。这里是生命之源，看形状应该是知道是某些器官的造型。往山上爬一爬，从山顶往下望去，景色非常壮观。
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。停留了1个小时，继续前行。这里有一个孙悟空的造型。天山丹霞，万山之城。现在走到了6号谷，可以一直往谷里徒步。仿佛进入了异域星球。在国内的景点里，我感觉这里跟西藏的扎达土林有点像。哎呦，这要傍晚来太棒了，简直！这里还有大量的丹霞地貌，颜色比张掖的还要深一些。
趁现在还有期待，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？这里是位于新疆库车的天山神秘大峡谷。每当你向我走来，告诉我星辰都好。这是一个媲美约旦的佩特拉古城的一个大峡谷。从喀什直接来到了新疆的库车，上午经过了红石林，下午就来到了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。这是一个具有5A 级水准的景区，目前免票，也不需要景区的交通车，从峡谷中一直往前走就行了。刚踏入景区，就被眼前的景色震惊了。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和约旦世界著名的佩特拉古城非常相似。眼前这片红褐色的峡谷一直往前延伸5公里。这个大峡谷当地人称为克兹利亚，也就是红色的山崖，山体都是红褐色。现在不属于旅游旺季，游客很少，开始徒步。峡谷里偶尔有一些栈道和观景台。今天的天气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景色依然很壮观。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崖。7、8、9月属于这里的雨季，山谷里会有一些河流，比较危险。这个大峡谷里被命名的景点有40多个，看看头顶上这一轮是弯月。这个大峡谷俗称是天山神秘大峡谷，是中国10大最美的峡谷之一，离库车60多公里。来这里交通非常便利，既有景区的直通车，也可以参加1日游，而且价格不贵。终于看见了一队人在拍照。看看头顶，这里还有个冰洞。
在这条峡谷徒步非常轻松，往返不到10公里。这里的景色和约旦的佩特拉古城太像了。山谷里也有一些分支，都是更加狭窄的山谷。头顶的一线天，这里基本就是终点了，再往前就封闭了。右侧的山坡非常陡峭，而左侧有一个仅可以通行一个人的天缝。偶尔会有一些小石块掉落下来，如果是下雨，这里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天气不好，光线不足，所以很难拍出它的真实的美感。这个角度看上去岩壁还是比较漂亮的。右侧的山上就是千佛洞，不过现在没有开放，封闭状态。回程再慢慢的欣赏一下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。我知道，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。当夏天过去后，还有些花未曾开放。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。更害怕看不到你
不能和你一起迷惘，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变幻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啊。今天从喀什来到了库车，在库车参加了一个一日游，去天山神秘大峡谷。路上看到有一个路标叫红石林，准备开车进去看一下。以前完全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地方，现在感觉正在打造成景区。往里面走有一条土路，路两边是典型的雅丹地貌。没想到这里的景色这么美。这里一个游客都没有。我们经常听说雅丹地貌和丹霞地貌，你知道这两个区别吗？它们的成因、地貌和颜色都不相同。今天的天气是阴天，否则我想这里更漂亮。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风景，也在国内的很多地方和世界各地看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景区。这个红石林完全没有知名度，但是景色还是非常让人惊艳的。而且比较难得的是，这里目前还没有成为收费的景区，自驾可以自己进来。这个红石林的位置离库车不远，大概60公里左右，位置应该在拜城县的黑鹰山乡。百度地图目前还找不到这个红石林，不过导航到黑鹰山乡就有路标了。这里比较适合自驾，目前应该还没有一日游。我们是因为行程中有一个千佛洞，但是今天关门，所以就改了行程到这里看一下。没想到这里的风景还真的特别，很喜欢。这一片地貌面积不小，我们只走了一条沟就返回了。路上还下了几滴小雨，车窗很脏，所以拍得不清楚。不过打开窗户从侧面拍，就可以看到这里的山石颜色特别好看，总体上是比较偏棕红色的，所以叫红石林。刚才说到雅丹地貌和丹霞地貌的区别，雅丹主要是强风吹蚀的，丹霞是地表流水冲蚀的。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埃及开车穿越埃及的白沙漠的感觉，也有非常多这样奇特的石块，不过这里是棕红色的，埃及的是白色的。开车穿行在红石林中，真的太爽了。库车在新疆也是一个值得旅游的地方，尤其是独库公路
就是从库车开始的。这次来南疆本来是把喀什作为最后一站，但上次从乌鲁木齐飞喀什的时候，从空中看到下面除了天山山脉，还有很多非常壮丽的大峡谷。新疆的大峡谷有好几个非常知名，而且都是作为网红的旅游地，所以这次临时增加了库车还有阿克苏2个地方，因为这2个地方都分别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大峡谷。今天要去的就是离库车比较近的天山神秘大峡谷。没想到路上经过的这个红石林就首先让我感到惊艳了。是不是和我上次在西藏的扎什土林的风景也有点像？在这里开车转了1个小时，现在准备走独库公路去天山神秘大峡谷。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新疆最美的一条公路，独库公路。这一段公路两旁也都是非常漂亮的山，有很多是雅丹地貌，有些地方也和美国的布莱斯峡谷很像。可惜前面的景色隔着车窗拍得不太清楚。看看沿途的山多漂亮，欣赏一段这个独库公路的美景。另外，我今天参加的这个一日游只有不到100块钱，真的太超值了，而且司机特别的好。前面马上就到天山神秘大峡谷了。如果你想看为什么这个大峡谷叫天山神秘大峡谷，就请关注下一期的视频吧。这个大峡谷还是非常让人惊艳的。